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聊一下阿根廷的汇率。上次我也说过，阿根廷的汇率是双轨制的。这个双轨的话，一个是官方汇率，一个是黑市汇率。那么我现在打开网站的是 Blue Dollar， 就是一个 Blue Dollar 就是蓝色的美元，在阿根廷的里面的意思呢，就是说非官方汇率，就是黑市价。简单来说，那么这边的话显示是官方汇率、银行汇率啊，这边还有2个银行啊，这比较大的银行汇率，大概就是说1美金的话能换到200多比索吧。那么正常来说的话，你在阿根廷刷卡的话，其实也是走这个汇率。当然的话，现在可能会有出现一个旅游汇率的说法，等一下我会讲的。黑市汇率就是388，那么388跟205比的话，基本上相差一半了钱。所以外国人去阿根廷旅游都在问如何 double money， 就是把这个钱变成2份。这个汇率差等于说官方价格跟这个黑市价格相差太大了，所以呢，这样会产生很多问题。首先的话，阿根廷的银行利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钱其实的话，如果说我想让它抵御通货膨胀的话，我应该每天想办法把这个钱花出去，变成财产或资产。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阿根廷旅行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避免汇率的损失呢？刚才我说了，在阿根廷的黑市上，你可以换得更多的阿根廷比索货币。那么阿根廷呢又推出了一个旅游外币汇率，就是说呢，如果说你是外国人到那阿根廷去旅游，然后你刷卡进行旅游消费的话，你可以获得更好的汇率。这个汇率的话，基本上是与黑市汇率相差不大的。首先的话，我打开一个博客，这个博主呢是长期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资深博主吧。他这边有说，阿根廷政府宣布旅游卡支付以几乎与美元相同的蓝汇利率甚至更高的利率处理，也就是 Blue Dollar 的意思。那么是用这个汇率的话，那么还算可以，但是呢也有很多问题。我后来查了，在阿根廷消费的话，很多时候呢，如果说你用信用卡消费，第一个它可能会用 DCC 的方式把你转换成美元，它直接刷卡就刷成美元，这个汇率的话可能是官方汇率。第二个，即使你要刷比索来付款的话，它也要收10%的手续费，所以说这个也是很苦恼的事情。什么是外国旅游美元呢？比如说它这边有说明，当然这个办法的话是不错的，但是事实上的话你很难实现。当在阿根廷进行信用卡付款时，与官方相比你有更优惠的利率，其实这个汇率意思啊，这意味着以官方汇率支付不是10美元而是5美元。比如说我们去吃饭，这个饭本身是大概就是要值100美元，如果我是游客的话，我其实只要付5美元就行了。官方汇率是1美元等于200比索，外国游客美元为1美元等于380比索。说实话，你都不用去黑市上换了。那么这个卡的话其实是有问题，它首先你刷卡的时候呢，我查阅了中国所有银行的信用卡里面没有一张卡是有阿根廷比索的币种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刷卡的时候呢，即使是付款的是阿根廷比索，但是它直接会转换成美元，按照当天账单的汇率转换成美元。那个汇率的话其实走的是官方汇率。当然这边也在说，现在他们推出一个想法，游客可以用他们信用卡而不是借记卡支付的 MEP 利率，注意是信用卡。那么这个是发卡机构的责任，以该速度处理付款。他其实的意思是说，先收你10美元，按照官方汇率收，然后再把这钱退给你，处理一段时间后退款。那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在抱怨，说实话他们就没有收到这个退款。那其实的话，在阿根廷即使你用旅游汇率去付款的话，你也要小心，很有可能你拿不到那个退款，这是很苦恼的事情。下面有些评论我看了几条，都是大家在阿根廷遇到的问题。他们说这是假新闻，在网上买了一个比索，买了个什么门票啊，被收取了这官方汇率啊。我仍然建议在阿根廷的时候使用现金。那还有人说他用西联汇款，然后把钱汇到阿根廷的西联的营业处，然后去取钱。那么截至当日的话，昨天我看了阿根廷的西联汇款，其实是现在已经收不到了。比如说我从中国想去阿根廷旅游，我想从中国汇款到阿根廷的话，汇不过去了，只能从阿根廷汇出来。但是阿根廷汇出来的话，等于说你要是把阿根廷比索换成美元的话，大概是400比1，那这样的话比黑市官方还黑。那么接下来又有个问题，如何从中获利呢？我想到的办法是在阿根廷购买黄金。曾经这边也有人在一个旅游网站上也说明过我这个问题，在阿根廷怎么样可以买到24K 或22K 的黄金首饰或金条。因为买黄金的话，
他走的汇率还是官方汇率？他后面有人回答，这个讨论人不是很多。是的，我想知道在阿根廷哪里可以买到黄金。2个人回复，但是有个人说没有任何优势，因为黄金价格都是一样的。我也查了一个金价网站，查了好几家，阿根廷的这个黄金价格，如果说按照官方汇率来计算的话，其实是跟世界价格是同步的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我不知道外国游客能不能在阿根廷买到黄金，也看了很多新闻说 24K 金没有了，只有 22K 了，甚至要在官方的银行去购买。那么阿根廷本地居民的话，他们每个月都是有限制的，包括你在境外购物它是外汇管制管得很严格的。如果说兑换的美元的话，基本上每个月只能兑换200美元。那么所以说通过黄金的方式呢，也许可行，但是即使可行的话，你也换不了很多。所以说从中获利的话也是有限制的。而且呢，你把黄金从阿根廷带到国外去卖的话，这个过程也是有海关风险的。那这个套利过程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比如说我带美金到阿根廷去，然后在黑市上换了汇率阿根廷比索，然后再拿这个换来的比索呢去买黄金，这样的话不是差不多半价了吗？对吧？但是呢，也有人说，我看了黄金网站说阿根廷的黄金呢不太被世界全球认可，它不像伦敦金、瑞士金这种有投资价值。那既然刚才我说了这么多的话，其实总而言之就是我们拿到阿根廷比索的话，要想办法立即把它变成物品。那有什么好办法去把它消化掉阿根廷比索呢？其实我在淘宝上搜索阿根廷这个关键词出来的都是这些商品。你看这些商品在热卖其实的话就是赚钱方法就在这里。我们就把阿根廷比索去购买这个 Steam 的阿根廷区的礼品卡。那我现在打开的一个宝贝的话是随便找了个商家宝贝，它这边的话 DLC1 是100比索我查了一下，这边的话都是这种点卡是吧？我们就是买点卡嘛。其实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呢？第一个的话买点卡你没有海关风险，都是虚拟商品。第二个的话点卡面额也比较多是吧？第三个你想什么时候购买都方便，不会等到这个店铺关门。第四个接受点卡这个商家是 Steam 平台，它是游戏公司，对他来说游戏公司他多一个人玩少一个人玩，它的边际成本几乎是0。所以说呢，比索贬值不贬值对它的影响是赚多赚少的问题，哪怕100比索明天变成1分钱，它还是赚钱的。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DLC1 大概就是100比索价格。那这边的话它是卖2块3毛7，我们算一下100比索是多少钱呢？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的话是3块2毛8，等于说呢这个礼品卡价值的话按照官方汇率的话3块2毛8的人民币，但是人家能卖到2块3毛7，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汇率是走的是蓝色美元汇率。那么按照蓝色美元汇率计算的话，它的成本在多少呢？我经过计算大概就是在1块7毛4人民币100比索，按照黑市汇率的话，所以说呢2块3毛7的成本是1块7毛4，按照这个比例来算的话，这个利润率有多少呢？我们经过计算2块3毛7减去成本价1块7毛4，然后得到 0.63 除以2块3毛7的本钱，那么得到利润率是 26%， 这个利润率非常非常高。那么问题又来了，如何去搞到阿根廷的银行卡呢？因为如果说你要在 Steam 里面购买这些礼品卡的话，首先的话你要阿根廷的 IP 手机号码以及当地银行卡。那这边的话刚好有一个新闻是2021年的，我估计的话现在的话肯定会已经实施了。阿根廷央行将为外国游客开设专属银行账户，以避免游客在黑市出售美元。它这边呢就是说呢，开设游客储蓄账户，该服务只对前来阿根廷旅游的外国游客开放，并且可以远程线上申请，最高储蓄金额为5000美元。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获得阿根廷的一个银行卡。这个银行卡呢，你可以在阿根廷的线上网络支付，并且你还将使用这个 MEP 或股票美元汇率来让游客兑换比索，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去黑市上换美元了。好，我们看重要的信息，比如说阿根廷央行在声明中表示，各大银行呢并不需要强制性的向游客提供这种服务，这个的话相当于说银行呢自己决定银行愿意做就做。那么同时他们希望外国游客不要使用现金消费，以规避一些黑市市场的风险汇率。不过为此游客兑换的美元汇率将略低，那肯定还是黑市汇率更好一些，但是这个低的不是很离谱，并且必须进行开户程序，并且这个游客的话可以通过远程线上申请或者抵达阿根廷后在银行开设账户，而在身份证明方面提供护照或旅行证件即可。账户持有人必须为居住在国外的外国公民。与此同时，
这些账户可用于通过借记卡或数字银行应用程序在阿根廷商店以比索进行消费，同时也支持提取比索现金，但不会接受存款来自第三方转账或用于投资。那么相当于说是个零钱包，然后呢，你可以拿去买 Steam 卡的话是没问题的，毕竟在阿根廷商店嘛。我在网上也找了很多资料，比如说关于阿根廷开户，这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站叫 Global Banks， 然后呢，他这边说阿根廷银行开户101，在阿根廷如果说你是外国非居民可以在阿根廷开户的，就是说你没有学生签证、长期居民居留资格的话，游客的话其实也可以开户的。事实上，阿根廷并不要求外国人拥有居留权才能开户，尽管许多银行家会告诉你相反的情况。但是呢，也有个问题，比如说刚才我说了这个旅游账户旅游账户的话，他刚才说是远程网上可以开是吧？他这边有说明事实上的话，网上开设阿根廷银行账户的话，其实也可以，外国人可以在网上开设阿根廷银行账户。但是事实情况呢，大多数网上银行平台需要当地手机号码跟 DNI 国家身份证。虽然说法律上没有要求 DNI 开立银行账户，但是网上银行呢会将其作为 KYC 流程的一个步骤，毕竟银行要风控。那所以说呢，你没有 DNI 的话，基本上呢，网上开户的话，法律没规定，但是银行内部这样规定的，又开不了了。因此，如果你不是拥有 DNI 的英实居民或永久居民，则不太可能在网上开设阿根廷银行账户。所以呢，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这个账户来赚钱的话，那么还是我觉得应该去趟阿根廷，办个手机号码，然后呢，去访问阿根廷的外国游客，能够开设一个双货币储蓄银行账户，并获得金融服务和电子手段具有透明性和安全性的固有好处。只要他们在原籍国拥有一个银行账户，那么这个银行账户的话，刚才也说了是网上可以支付的。那如果说这个外币认证的话，就是这个钱怎么去存进去呢？要么就是从中国的账户转账，或者说通过现金美元存款进行，要么是你自己外国转账进来，要么就是你带美元现金存进去，总额不超过5000美元。刚好中国海关出入境的话，可以2万人民币或者5000美元。如果在逗留结束，客户账户中有外币余额，则应将这些资金汇回原籍国的账户，并关闭当地账户，不允许以外币提取现金。那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钱全部花完，或者说一直把这个钱有，然后呢买 Steam 卡。那视频到这里结束了，然后呢，如果说想通过这个方式赚钱的话，这个人还得跑到阿根廷一趟。去阿根廷的话，办签证国内是可以办10年签证的，办理难度的话应该也不算很大。如果说你有美签的话，其实呢可以在线申请一个阿根廷的入境许可也要付钱，其实跟这个办阿根廷10年签证差不多价格。但是如果说没有美签的话，阿根廷又这么远，飞过去比较麻烦，通过很多转机，所以说呢最好还是办个美签吧。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视频，美签跟阿根廷签证视频我都做过。